最近金融圈有个大新闻，他们天天吹嘘的人民币国际化突然就掉队了。SWIFT 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暴跌到了 3.61%， 不仅跌破了 4% 的关口，连续10个月保持的势头也被打断了。更尴尬的是，人民币直接被日元超车，沦落到了第5名的尴尬境地。说起这事，我们先看看这个跌幅到底有多惨。8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还占 4.69% 呢，这一下子就蒸发了 1.08个百分点，等于1个月之内，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缩水了 23%。而且这可不是什么正常回调，是断崖式暴跌啊！从其他主要货币的表现来看，美元虽然下跌了 2.06个百分点，但依然以 47.01% 的份额稳坐第一把交椅。欧元不降反升，上涨 0.98个百分点，达到 22.56%。英镑同样上涨了 0.91个百分点，至 7.41%。就连日元也上涨了 0.29个百分点，达到 4.27% 的水平。这种此消彼长的对比，更凸显出人民币这次跌势的异常。人民币1个月之内支付金额暴跌 23.55%， 这种断崖式下跌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全球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在崩塌。更讽刺的是，这个暴跌发生的时间点刚好是在他们开完金砖峰会之后。这个金砖峰会可是要搞什么去美元化发行金砖币的，结果峰会开完，人民币就先跌了。这不是现世报是什么？而且别忘了，这个 3.61% 的全球支付占比背后，其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对俄罗斯的无限制合作来看，仅今年前3季度中俄贸易逆差就高达187亿美元，我们用宝贵的人民币换回了一堆不断贬值的卢布。再看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放贷，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对外借贷规模已突破 1.5 万亿美元，这些资金的回收前景却极其不明朗。更为严重的是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24年10月，签署的互换协议总额已突破 5.8 万亿人民币，实质上是用人民币信用为这些风险货币背书。如此巨额的投入，换来的却是一个不断下跌的 3.61% 全球支付占比。这场国际化的豪赌，从投入产出比来看，已经注定是一笔巨大的亏损。更让人着急的是，人民币汇率已经破7，变成了常态。10月份，人民币对美元从 7.0156 一路跌到 7.1160， 累计跌了1004个基点。而且市场预期还在继续看跌，离岸人民币期货价格显示，市场预期年底人民币可能跌到 7.2 以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会突然崩塌？他们不是一直在搞去美元化吗？特别是最近这次金砖峰会，普京还放出大话说要终结美元霸权，结果怎么反倒帮到忙了呢？说到这个金砖峰会，那真是一出好戏啊！普京同志作为东道主，先是提出要发行金砖币，结果连个联合声明都没整出来。为啥？因为连中国这个最铁的盟友都不买账。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这次破天荒的跟俄罗斯对着干。我们来算笔账，假设金砖币真的发行了，那么作为信用最好的金砖国家，中国就得给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背书。印度的卢比、巴西的雷亚尔、南非的兰特，哪个不是天天贬值？今年前3季度，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了 8.2%， 南非兰特更惨，贬值了 12.5%。那你说这些国家会干什么？肯定是疯狂印自己的货币，然后换取金砖币呀。最后这个亏空还不是得中国来填？中国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哪还有余粮去喂饱这些穷兄弟啊？说到自身难保，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9月外汇储备再次减少386亿美元，降至3.11万亿美元，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而2014年巅峰时期，我们可是有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这6年间蒸发掉的9000多亿美元都去哪了？再看看今年的贸易数据有多惨，前3季度出口同比下降 5.6%， 进口下降 2.3%， 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更是大幅收缩了 15.2%。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外资直接投资同比暴跌 43%， 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也从去年的 3.3 万亿骤降至不到 2.7 万亿。更令人担忧的是，沪深股市的北向资金仅在9月份就出现了785亿元的净流出。这一系列数据清晰地勾勒出外资加速撤离的态势。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一个奢望。但是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就在 SWIFT 公布这个糟糕数据的同一天，某些官员还在喊口号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房地产的事。前脚刚说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后脚碧桂园就爆雷了。现在又来一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结果全球支付份额直接跌破 4%。这些领导的嘴啊，简直比股市的反向指标还准。而且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颓势还看不到头。美联储已经明确表态要把利率维持在高位，美元走强已经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这边呢，为了刺激经济，央行不得不继续放水，10月份已经连续第3次大规模投放 MLF。 你说这人民币还往哪升？最讽刺的是，现在不少一带一路的国家收了中国的钱，转头就去买美债。截至今年8月，印度持有的美债增加了89亿美元，沙特增持了152亿美元。这些国家可不傻，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现在这个世界还真就是美元说了算。所以啊，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梦，现在看来就跟当年喊的超英赶美一样，就是个好听的口号。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口号已经开始伤害我们自己了。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我们已经烧掉了太多外汇储备。为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我们给那些穷兄弟们送去了太多真金白银。但最后呢，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升反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也在崩塌。这么算下来，这哪是什么国际化，分明就是一场烧钱运动。看来这又要成为继房住不炒、清零防疫之后又一个被悄悄淡化的口号了。那说到底，现在人民币还能不能玩国际化呢？讲真，光看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放出来的数据，我就直接笑出声。他们说，目前已经为房地产白名单项目审批了 2.23 万亿贷款，年底要完成投放4万亿。这个数字也太离谱了。我给大家找了央行的数据来对比一下，今年1季度的时候，全国房地产开发贷余额才 13.76 万亿，一整个季度也就新增了可怜的6090亿。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张嘴就是4万亿，把全国所有银行一年的放贷额度全给房地产都不够啊！这不是在吹牛是什么？就跟他们前几年吹的人民币国际化一模一样，说的天花乱坠，实际上就是画张大饼。更惨的是，中国对外的债务问题也藏不住了，前些年投资的非洲项目接连爆发债务危机，赞比亚已正式宣布破产，肯尼亚也正在谈判债务重组方案。曾经被誉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的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将汉班托塔港租借给印度，导致中国不仅收不回投资，还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资产。就连铁杆盟友巴基斯坦也因债务问题导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陷入停滞。
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债务规模已突破 1.5 万亿美元，但去年这些国家实际偿还的金额不足100亿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据国际研究机构预测，这些债务中约 35% 存在违约风险。这种大规模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着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益，更严重损害了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你说这些数字要是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了，不得气死。前几年我们投资这些项目的时候，宣传可是说的好听，什么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结果现在呢？钱打了水漂，项目烂尾，连本带利打了个寂寞。其实别看中国媒体一直在吹人民币国际化，但实际效果连非洲兄弟都不买账。最新数据显示，在非洲国家的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占比仍然高达 85% 以上，而人民币占比却不足 2%。更令人尴尬的是，即便是已经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在协议到期后，大多也不愿意继续续签。这些数据直接反映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真实地位，与官方宣传的国际化进程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尴尬的是，连委内瑞拉这个社会主义兄弟都开始嫌弃人民币了。他们宣布要把原油结算货币从人民币改回美元。这下可真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连睡觉的人都跑了。最后再说个更现实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都在疯狂囤积美元。据央行数据，今年1至9月，银行结汇 11.91 万亿元人民币，售汇 12.78 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大家都在换美元，谁也不愿意多拿人民币。连自己人都不信任人民币了，还指望外国人来信任，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所以说啊，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梦还是趁早醒了吧。毕竟再大的家底也经不起傻儿子折腾啊，还是省着点花吧。